大家新年好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期节目。2016年上海离婚总数8.26万对，比2015年的6.66万对多了1.6万对，离婚增长率高达24%。由于当年新增的离婚人数实在太多，这一扎堆的离婚现象被叫做离婚潮。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多人离婚了呢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个妖也就是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了解当时的状况，你应该想起来了。为了买房，离婚买房，这种夫妻双方为了买房而自愿离婚，以期在买得房子后再复婚的行为，就被称为假离婚。按照2016年当年的现行政策，上海户籍的单身人士可以买一套住宅，非单身人士可以购买2套住宅，但是第二套需按照2套房政策来执行，即2套房普通住宅首付50%，非普通住宅首付70%。但在2016年8月，微信朋友圈开始疯传对房地产调控升级的内容。该内容总的意思是提高名下无房也无贷款记录的购房者的首付比例，并且没有利率优惠。提高名下无房但有过按揭贷款历史的人的首付比例，利率最低 1.1 倍。离婚不足1年的购房者，限购及贷款政策按照离婚前家庭情况处理。这个传言经过各种媒体大号的传播，直接让那些在现有条件下还有购房资格的人沸腾了起来。当然，就算没有好资格，也要创造条件去搞好资格，而假离婚就是创造条件搞好资格的一种方法。虽然在当年8月29号，上海市住建委通过政府官方微博上海发布辟谣，然而一些购房者已经不再对此信任。有的人认为，之所以不再相信，是因为之前屡次辟谣的政策最终都实行了，而且房价一直上涨，早买比晚买好。万一以后没有资格了呢？这已不是信息真假问题了，而是市场已经不再相信政府公信力，只相信市场趋势了。正是因为众多人持有以上共同想法，当时前去办理离婚登记的人实在太多，已经超过有的离婚登记中心的日常接待能力，导致婚姻登记中心得张贴告示。当然，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些传言，也把本是私下悄悄进行的假离婚行为推向了高潮。夫妻双方办理假离婚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恢复其中一方的单身身份。单身的一方在购房时，可以以适当首套房政策的规定来规避高首付，并能享受支持刚性购房的优惠利率。在当时房产销售火爆、房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，可以说买到就是赚到。假离婚买房，有的是为了孩子能有个好学区，可以说也就是为了学区房；有的是为了改善住房需求，有的是为了投资，也有的是兼而有之。无论是哪一种购房意图，不能说这些人利欲熏心，
也不能说这些人对婚姻不忠诚，毕竟法律没有禁止别人不能离婚，法律也没有禁止符合条件的人不能买房，只不过那些假离婚的人，有的复婚了，随着后来的房价上涨，他们成了人生赢家，有的没有复婚，最终还对簿公堂，这些都是他们选择可能获得的回报或者代价。我们不知道2016年离婚同比增长的24%中，有多少是为了买房而办理的假离婚，但是离掉、买到、赚到，这种人们想尽办法为了能买到一套房的决心，确实是当时相当大比例对房价上涨而感到焦虑的人共同持有的。另外，还有一次离婚潮值得一提，就是在2013年，当时也是有各种对房产的限购，而那些通过假离婚买到房的人都赚了。所以如果站在2016年当时来看假离婚买房这一行为，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波操作不能大赚一笔。那么这次的假离婚和房地产企业的规模增长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把视角从个体购房者拉回到房地产企业本身。2010年，万科的年度销售额第一次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1000亿房企。在之后的2011到2013年这一轮规模扩张中，房企规模的增长主要来自2个因素，一是房价与销量的同步提升，二是销售回款与预售资金仍然构成主要现金来源。在这一阶段，融资并未决定房企的生死存亡，规模在这一时期主要体现为强者更强，做得好的企业规模扩大，做得一般的企业也仍然可以生存。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14到2016年之后，我们在第9期里已经讲过，在这一阶段，房地产系统通过一整套政策组合，降息降准、棚改货币化、信贷放松等托底，稳住的是房地产系统的运行，但改变的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增长方式。从2015年开始，融资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。在这一阶段，融资越来越依赖企业体量、销售排名与市场地位，规模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决定融资成本和融资可得性，并逐渐成为信用的一部分。从2015年到2019年，房地产行业表面上仍处于调控常态化的框架之下，小房企的问题在于项目少且集中在特定区域，融资渠道不稳定，一旦销售放缓，现金容易承压，而大房企则可以通过跨区域布局、更快周转、更低融资成本，把单点风险摊薄。也就是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扩张未必更安全，但不扩张往往意味着更高的不确定性风险。规模不再是少数头部企业的特征，而是进入主流竞争区间的必要条件。这一变化直接体现在结果上。2015年后，1000亿房企数量快速增加，
到2020年，签立房企数量达到历史高点的43家。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假离婚，当普通购房者为了买房，愿意赌政策、赌时间，甚至婚姻关系，并且在2016年当时的社会中已经形成了房地产信仰，买房是对的，买到就是赚到，这本身就在向市场释放一个极强的信号，需求不是脆弱的，脆弱的是资格和供给节奏。这种信号也让房企真正开始比拼的变成了谁能更快拿地，谁能更快开盘，谁能更快回款，谁能把规模滚得更大。在房价持续上涨的年份，为了获得购房资格而选择假离婚，是部分购房者在既定规则下的理性应对。为了提高融资能力与市场竞争，选择持续扩大规模也是开发商的理性选择。只是当支撑这些选择的条件发生变化时，理性行为本身并不必然导向理性预期的美好结果。那么当条件真正改变之后，又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下期继续。谢谢你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，请您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